各位，你们听说了吗？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被邀请参加 G7 峰会在 G7 峰会上他又作妖了，然后怂恿着这个 G7 做了一个声明说中国在东海、南海还有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意思吧中国不能武统台湾。因为其实呢，这个高市早苗呢跑到哪儿都像一个高龄卖春者在这个 G7 峰会上的表现让这个日本的网友又觉得丢脸了。G7中国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少了普京的鸡巴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鸡巴呢，没有人在乎他们。有中国的网友呢翻出来了早年莫言在日本谈论钓鱼岛的事儿对这个事儿呢，中国的大 V 都有很多的不同看法。那么至于中日关于钓鱼岛分终端的问题，首先我觉得终端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终端的话，那干嘛会闹得这么大，对不对？而且我想要完全解决终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终端就解决了吗？日本败了，他就不承认，他就会承认中国的合法性。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终端问题。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一个措施，那就是搁置终端，大家先谈友谊，是吧？你把它放那个地方，也影响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如果你翻日本咧，麻煩你同日本人講聲咧，釣魚台係中國㗎。我不能跟你玩戰略模糊，我跟日本我不會玩戰略模糊，我要把我的底線我清晰地告訴你，這是避免誤判以致導致這種衝突的最好的一個辦法。按照這個基辛格的一個傳統的一個威懾理論，說一個國家怎麼才能構成威懾？3條：一，你要有實力。你要有很強的實力，沒有實力一切白扯。其二，你要有決心，就是我光有實力不行，我要有決心，用我的實力去捍衛我的利益，這只是其二。其三，還有更主要的一點，就是我要把我的實力和我的決心明明確確地告訴對方，我能幹什麼，我準備幹什麼，你碰了我哪些核心利益，我就一定會幹什麼，我要告訴你。附帶講從地理上講，釣魚島就是我們這邊的。大家知道，這個太平洋有兩個那個很特殊的地理現象，一個叫沖繩海潮，一個叫沖繩海溝沖繩海潮呢是在那個沖繩西邊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海潮，它是水下的一個溝，那個大概是2700-800米深吧，就是比較深的一個海溝，然後呢流向是從西南往東北走然後在沖繩的北邊有一個很深的海溝，就地球上比較深的海溝就在那個地方。然後釣魚島是在，如果下面這個沖繩海潮是一條河的話，釣魚島就在河岸的我們這一邊。從地理上講就是我們的，是歷史原因它去強占了。那麼近代呢，它強占了之後呢，不是這個根據波茨坦公告，這個台灣及附屬島也要還回來嘛，所以理論上講二戰以後應該就是還給咱們中國了。這個釣魚島的戰略價值是什麼？釣魚島6.3平方公里，關鍵在它的位置在什麼地方？它恰恰在沖繩海潮，我們叫黑水溝與東海大陸架的交接處，這個位置對我們太難受了。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構成了叫相向不共架的關係。相向不共架，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大陸架海底權益歸大陸架延伸國。就中國在東海權益絕不僅僅是200海里專屬經濟區，我們是東海大陸架的海底資源都歸中國所有。
油气构造、可燃冰、锰结合矿从理论上都归中国所有。日本要坚决反对的就是这一点。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从军事上来讲，它有什么位置呢？首先，这个位置它是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最前哨，它是个最前哨。如果我们以这个地方进行兵力布置的话呢，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前进基地，进行纵深防御的话，那么它离这第一岛链是最近的。如果在这个地方部署舰艇、军港和这个海上机场的话，那么它对国家的防御范围纵深就会加大了啊。所以说从军事上来，它的位置非常的大。咱们国家我们知道面临着浩瀚的太平洋，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国家还并不是海洋国家。为啥呢？你没有出海口啊，对不对？你看美国第一岛链从勘察加半岛一直下来到这个就是日本的北方四岛，叫南千岛群岛、库页岛是吧？南千岛群岛一直到日本列岛，到冲绳，到台湾，到这个菲律宾群岛，一直南下。这第一岛链把我们封锁死死的。我们中国为了要进入太平洋，只有2条道路，一条是菲律宾吕宋岛和咱们台湾岛之间的巴士海峡，另外一条就是在台湾岛以北，就是说的一个宫古水道，是吧？你在宫古水道，据我了解啊，曾经发生过日本舰机就在宫古水道，它就能够封锁住我们的现象。假如是我们收复了钓鱼岛，当然假如也在收复了台湾岛，太平洋这家伙对我们豁然开朗了。你说这东西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呢？我觉得我们在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权益上，我经常讲，没有什么只要这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给对方留面子的。你越给对方留面子，对方越以为了不得。我说我们再一步步退到哪里去啊？无处可退。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一定要摆脱别人强加于我的心理枷锁。别人说你们不是讲和平发展吗？你们怎么这样呢？你们不是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你们怎么这么不和谐呢？我觉得我们如果不从这些思维中摆脱出来，我们无法有效维护我们权益。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少有像我们这么为对方考虑的非常周全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讲，我们今天讲南海、东海出现的挑衅，是中国改变现状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机遇。记得点赞关注哦。日本呢，他这些做法，包括请北约的代表到日本来，然后呢自己到这个北约去，这些都是他军国主义复活的一种表现。因为日本的这个右翼啊，他这个一直是要推翻他们的宪法里边和平宪法的内容。某种意义上要重返的军国主义老路，我们要十分警惕，而且要予以制止。那么现在中国做的就非常明确了，我们就是军民两用的物质给它全部停止出售，这个对它打击很大的。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讲的好像是一起要努力来确保它不能再军事化。我讲的更加远一点，我说不光是不再军事化，而且是要它去军事化。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实力来这样做，就它在这个不能继续扩大军量，而且要逐步的减少它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方向，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个敌国条款，对于挑起2次大战的侵略国家，我们可以不经过联合国安理授权实现军事打击。什么时候用这个手段，我们一定要事先有预案。总体上，这个北约也好，这个他的这些努力都是没有任何用处。我们早就讲过了，北约想扩大到亚洲，白日做梦，他没有这个实力。日本想跟他合作都是没有用的，我叫乌合之众，非常看不起的。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个冲突本身也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北约的这个基础，所以现在美国特朗普对北约也采取一种离心离德的态度，所以北约就更加困难。做些表面文章嘛，大家都有这个需求，但对中国来说，我们很有定力，该出手就出手，该惩罚就要惩罚。你看最近这个日本和菲律宾要搞一个什么这个大陆架和这个华界等等，然后中国马上就派出我们的海警这个舰队和我们的这个东部战区的海军舰队大区啊，就到那里实行军事管制了。这地区我们就管理。过去台湾以东的海域，
我们做过一些演习的管理，像现在长滩澳管理，感谢他们做了这样的，硬要吞掉我们的这个合法的经济利益，那对不起，我们就这个地区实行这个常规的这个巡航，这也可以更有助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把台湾全部都围起来，都常规化的巡航，然后既解决统一，又可以打击日本的回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又可以教训菲律宾。就在前2天，张维为先生接受了今日俄罗斯的采访。张维为先生就说，现在中国对日本开战没有法理上的障碍啊，日本就作吧，那作到了头，那就给他算总账就得了。2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